Maille Foncé Garderable， 一个已经超过50多年历史的法国品牌，设计从这样变到这样，这两张的对比图真的是同个品牌吗？19年后，偏偏在韩国明星上升，才开始在 MZ 世代的亚洲拥有了讨论度。一部分的人甚至误以为它是韩国的新兴品牌。今天就以我的视角带你们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对牛仔布料具有极大贡献的 Maille Foncé Garderable。Maille Foncé Garderable 是由1942年出生于里昂的 Maille Badgerly 和1945年出生于马扎梅的 Foncé Garderable 所创立的品牌。他们于1967年结识于圣德罗佩的一家精品店 Windsor House， 而从小就热衷于缝纫的 Maille 自此拉上了 Foncé， 开始了这条时尚的不归路。在当时的60年代，深受时尚嬉皮士和 B 级八度的影响，同时热爱冒险的美国文化，因此他们开始向巴黎进口了美国牛仔制服，通过使金刚砂石软化牛仔布原料，发明了石洗这项纺织技术，这是当今必不可少的工业流程。此外，Maille的父亲是一个高级自行车运动员，他曾多次参加法环自行车赛，因此他保留了对于运动服装的技术材料和剪裁技艺，在该品牌之后的运动服装系列奠定了基础。石洗 （Stonewash） 是一种纺织品的制造过程，主要用于把新制造的衣料做成破旧的外观，为的就是加速旧化牛仔裤的过程。把服饰放入大量的水洗机器中，用水洗技术模仿自然射落，使正在处理的织物变得粗糙。当布料纤维反复来回敲打，滚筒洗涤的频率也会影响到丹宁布的强度与摩擦牢度。但由于这项石洗技术除了在过程中很消耗水和能源以外，同时也会销量到非常大量的浮石。一般来说，每公尺的丹宁布需要用掉1公斤的浮石，同时需要花上1个小时才有办法刷出中等色落的丹宁布。因此，石洗是一个十分消耗能源的一项技术。浮石不会凭空生出来，需要消耗人力来挖矿、运输、储存，还需要经过清洗手续。每一颗的白色石头背后都有许多污泥和废水要处理，同时在水洗过程中，裤子跟机器也同样需要再一次的清洗，不然小石头会留在裤子的口袋中。相信喜欢牛仔裤的朋友应该有遇过这样的情形。为了改善这样的状况，才一直拥有新的专家来研究新的石洗技术。把主题拉回品牌方，1968年两人一起合作推出了第一个服装系列。当时两人以不同的许可和不同的名称，包括 Compagnie des Montagnes et des Forêts 和 Flozed 展开工作。后续在巴黎哈勒区开设了第一家小型销售店，并持续探索新的牛仔技术。1982年，女演员 Jennifer Beals 在电影《Flashdance》中穿了该品牌的服装，使 Maille 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品牌。那一年，大约有700万件带有绿色方块的品牌商品被销售一空。直到1986年，Maille 和 Foncé Garderable 才开始以自己的名字进行设计，并在巴黎时装周展示了他们的系列。此外，吉伯夫妇的一些广告活动也时常引起人们的关注。1987年，他们结识了来自时尚界、艺术界和媒体界的影响人物 Jean-Luc Godard。没错，就是这位曾经制作过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电影之一《断了气》和《方明卡门》的导演。这位天才导演为他们制作了一系列的广告作品，可想而知他们夫妇的资源有多么丰富。20世纪90年代，该品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冒险精神和创造力。随着Garderable家族开始与主要的牛仔布制造商合作，并在世界各地开设了精品店以及特许经营店，使该品牌慢慢扩大发展。除了这些合作之外，这些古怪的创作者将他们的交流集中在挑衅、惊喜和反思之间探讨。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这2张比较备受争议的图。一个是被玻璃纸包裹的人体模型，被认为具有煽动字的危险因子存在，因此在一些的美国杂志上是被禁止刊登的。另外，在 Évadez-vous avec Rocco Siffredi 系列模特身上展示了超低腰牛仔裤，小伙伴们千万不要上 Google 查这笔资料，不然后果
你知道的。玛丽姐曾说，我们是粗俗的牛仔商人，从森蒂尔的后院走出来后，突然我们就变成了时尚知识分子。而山本耀司也表示，我的衣柜一直有一条将近10年历史的 Marley Fonseca 牛仔裤，它独特的感触让我想起了我童年同伴的触感。当我穿上它时，它帮助我消除疲劳，让我想回家。两人最著名的一次争议是在2005年受到里奥纳多·达芬奇画作所启发的《最后的晚餐》，其中广告活动令当时的教会感到十分震惊。Gabriel 版本的《最后的晚餐》的表现，耶稣被描绘成一个女人，最终在意大利、法国、梵蒂冈受到惩罚。他们表示这是对教会的高度亵渎，而这两位时尚界的麻烦制造者依然不以为意，甚至喜欢保持一种令人烦恼的品味，包含日期、想法、创新和意识，都富有奇怪的创意和古怪的活动，具有深刻的美感。以现在当今的审美回头看，这些或许都不足以惹出这么大的争议了吧？还记得那个非常消耗能源的石洗技术吗？2003年开始，两人开创了一种新的牛仔布技术 ，Whitewash。这是一种利用激光束咬住牛仔布的技术来雕刻牛仔裤，以强调利用光的理念来减少污染、耗尽水资源。该技术可以确保织物具有强大的灵活性，从而使穿着更加舒适，甚至能够直接通过计算机控制，在牛仔布上绘出任何图案，以达到令人惊讶的效果。这对 Gabriel 夫妇不仅坐拥强大的时尚资源，同时还是位发明家。这么多的牛仔裤设计样本，看得出来这对夫妇对牛仔裤的热爱有多么执着。在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黄金时代后 ，Marley Fonseca 渐渐失去了他们的品牌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说唱歌手对其牛仔裤的热情不足以抵消2008年的金融危机。自全球经济衰退以来 ，Marley Fonseca 一直在失去动力。从原本2005年营业额达到8300万美元，至2007年营业额降至3700万美元，而到了2011年，更是呈现了资产负债约2100万欧元。在同一年里，他们被股东们进行了清算。2012年3月，法国母公司进入了破产管理程序。根据多家媒体报道，2012年的6月中旬，法国时装品牌 Marley Fonseca 因破产而关闭了公司直营店，只留下了些许的特许经营店。就当 Marley Fonseca 不要放弃的同时，出现了惊人的转机，那就是一间来自印度的公司 Fibers International 所做的及时拯救。它是一间专做纤维和织物的国际私人有限公司，他们签署了一项为期15年的许可协议。该协议便是这个法国牛仔品牌能够重组公司，同时允许他们持续进行零售和扩展业务，包括在伦敦开设一家商店，以及在中国多个地方进行设厂。而他们也如奇迹般的，在2013年底清算了商店，并停止产品系列的开发后，于2年后的2015年就成功重新启动品牌。玛丽的阿姨更是笑着说道：“一次的生命事后，总会有另一次的生命。果然，只要有金主爸爸的加持，不管做什么都能东山再起。我们还是好好的工作吧。” 2019年，韩国服装公司 Layer 购买了 Marley Fonseca 的版权，并全面积极于韩国本地业务，在基础系列上积极发展。Layer 是一间被不少韩国本地人将其称为超越第一代国产品牌的服装公司。从 Vivo Minimum Garment 开始，他们创建了名为 Layer 的母公司，并创建了 LNC、Kenko、Foods 和 Marley Fonseca 等共计5家门店。若是小伙伴对于 Layer 有兴趣的话，不妨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或许下期就可以做一集专属 Layer 的小故事。Layer 的相关人士表示，和过去一样，主要以休闲舒适的牛仔布为主，但我们计划增加更多针对女性客户的产品，而不是过去男女皆宜的风格。看看 Lookbook 就很清楚了。他们于收购版权后的同一年推出了全新的 Marley Fonseca Servers， 以休闲的款式适应现代生活的方式重新诠释，基于品牌现有的通过服装表达受压迫的自我理念，适应于韩国市场的品味，并推出休闲街头服饰，以牛仔布为基础，推出原创实验室的系列，
受到最大商品形象化的作用。与以往前卫风格的 Marley Fonseca 不同，不担心时尚潮流的说辞似乎对这个品牌慢慢有所松动。2020年的12月，时尚编辑记者对于负责 Marley 的导演斐恒灿进行了犀利的提问。看来各种 logo 玩法对国内消费者激起到了品牌宣传的作用呢。好家伙，这个记者真的是超有胆量的，一语道破了我们最想知道的问题。导演斐恒灿则表示，我认为玩标志是可以轻松表达时尚品牌身份的最基本工具之一。不过，与其他品牌不同的是，如果只有一个部分是与众不同的，那么品牌名称本身不就具有很大的力量吗？第一次看到它时，很多人说不知道怎么读，但当他得知它叫 Marley Fonseca 后，他们似乎觉得它充满异域的风情和新鲜感。而在韩国的 N+FG 再次与嘻哈和 R&B 音乐品牌合作，带出推有经典标志的运动衫和连帽 T 恤，售价分别为78000韩元和95000韩元。2021上半年开始，他们请来了别称韩国穿搭教科书的演员车进元为品牌缪斯，而同时 Jennie、Joy、雪儿等众多明星频频上升后，让 Marley 一时成为了韩国 Naver 论坛中谈论度最高的服装品牌，成功引起了 NZ 世代的关注。而其中 Joy 造成的轰动后，品牌方更是直接赞助他外套，让他在上班路上亮相，搭配 Joy 充满青春活力的个性，这款棒球外套也成为了品牌的明星商品之一。现在的 Marley Fonseca 在亚洲区的形象与以往美式叛逆搞怪不同，这兼具时尚、温柔和气质的各种 OOTD， 让 Marley 成为了许多爱韩少女、部落客的爱用品牌。不知道你是喜欢90年代的 Marley Fonseca 风格，还是 NZ 世代的 N+FG 风格呢？我自己确实是因为有太多韩国明星陆续上升后，才入手 N+FG 的单品。经过深入了解后发现，原来一个品牌的独创思维会因为一个世代的解读不同而如此天差地别，也更加珍惜那些还在为时尚圈注入信念的各方奇才。希望以上的分享能够让你们对 Marley Fonseca 更加深入了解他们的品牌故事。如果下一期想要看到哪一个品牌潮流解说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哟，或者是点选播放清单去看看我对 Kush 还有 Under Armour 的品牌解说。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在底下帮我订阅、按赞、分享。我是阿胜，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安妞。注重于商品的陈列方式，比起一整件的商品输出 ，Under Armour 更懂得结合视觉艺术创作，搭配独特的装置艺术，带给人们观感启发。